吗？好啊好啊，海底标吗？对，晚上一定酒池肉林，啊都会。哎！朝这个吹一口气。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骑车啦。这一次又来见证一个非同凡响的浪漫，就是台湾骑士精神与美式汽车文化间的浪漫碰撞。哎，阿志，哦，又有你的事情了，为什么？哦，难得那个每一次那个 CRC 大会次的时候，我都能够参加，就尽量参加来这边。哇，一堆美式机车呢！哇，三轮的美式哈雷。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CRC 可以混杂一些像这样的车辆？对，哦，因为其实 CRC 已经成立已经20几年了，他们在无牌的时代就已经成立了。然后当然早期是以美式机车为主要的那个就是一个号。那随着这10几年来的发展，20几年发展，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要换车换口味。然后可是主要的干部群他们也不想会因为换掉了其他车款而不能参加 CRC 会师，所以我记得是在10几年的时候就有默契的，就让大家就是可以不限车种参加。哦，对啊，所以 CRC 慢慢演变成就是一个大型的重车的一个聚会。因为我在踏入 GS 之前，其实我是跟着 CRC 一起骑的。哦，那时候我骑 BMW 的 K1200R， 我那时候 K1200R 换明日帝国，他就来参加 CRC 会师。对，所以那时候就参加，就觉得这活动还不错，都是公路，很舒服，然后大家就是吃喝，然后去看风景，就感觉还不错。好，值得来，有机会，他们现在也不限车种，就有机会可以来看看一下我们这个 CRC 大会师，其实还蛮有趣的。是1年1度嘛，对不对？1年1度，对，是不同的地方嘛，不同地方啊。今年为什么会再重复再办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有个妙方对我们太好了，对，让我们用使用场地，然后帮我们处理说很多事情。然后今年他们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在这边举办这样子，所以连续2年，第一次连续2年就在鹿耳门这边举办。对 ，OK， 好。哇，车越来越多呢。对啊，因为这边算是61号道路的一个末端，末端这下来之后，大家都会继续往那边。哇，本地下午会非常的热闹。对，好热闹的。哇，都鲨鱼头。好，大家应该看得很期待到时候会场的样子，期待待会见。等等，听说这个活动最重点是酒池肉林嘛？对，要不要下午再讲？要再讲。没有错，这是前往由强调骑帅不骑快的台湾美式重型机车推广协会 Cruiser Rider Club（A.K.A. CRC） 所举办的大型车聚活动。我现在可以说是相当的期待啊！准备跟着 CRC 斧头帮骑往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活动会场，深入感受美式机车那种独特的文化风采。是说我不是美式机车玩家，骑的也不是美式机车，但我想我应该还算是蛮接近这次活动的风格的吧。毕竟我刚也提到了骑帅不骑快，帅的部分我完全没有压力，也帅得心安理得。毕竟我骑的台可是 Fenty Caballero 700。既然是 Scrambler， 那就必须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销魂声浪。I was fire and she was gasoline. But we were both sad and lonely after what we did. Like rattlesnakes across the ground. Our true loves were dead and our hearts were full of grief. I was fire and she was gasoline. Good God. I was fire and she was gasoline. But we helped each other out, Lord, to ease some of the pain. Best friends and lovers most of
but I would go mad when she would turn main. I was firing, she was gasoline. Yeah, I was firing, she was gasoline. 来到场，然后直接到特别场面做一个仪式的那个交接，这样。这一期就是全台湾的总会的会对CRC 的总会这样，感觉好江湖味哦。应该是说很有道义感。我看我们的都有什么台南、台北、新竹这样有分的嘞。对，他们每个县市都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分会。哦，就各地组会来。对。啊，这也有共主。有共主队，他就在台北。在台北。在台北。对，原来如此。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好，期待那个旗子过来。没错，来看一下总会会旗一直传承到现在20几年，像那个圣杯一样，一直传承。奥运圣杯一样。对。只会修缮，但是它不会更换，它是一种精神的一个。所以风风火火，它不会更换。对，跟射火一样，我不能灭，一样道理。好，期待哦。斧头帮的创始会长13少。好，你好，我叫13少，反过来叫少30。我们的斧头帮是什么时候才成立的 OK， 斧头帮早期是在1997年，我跟那个王队长那时候还没有开放，那我们就是大概有10几台5排的。那团结就是力量，那时候警察很会抄牌嘛，那我们就是守法守规，然后呢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几乎没有被拦下来过。所以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风范。您这个会师大概已经多少年了？大概今年是第22年。那其实大家想到说美式机车就会想到哈雷，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 CRC 这样一个团体来举办这样子？这有一个小故事。我们早期大概有10多台在台中，跟那些老前辈大王啊，还有 CRC 的国父阿志啊，我们呢去台中参加哈雷的大会师，结果我们被拒在门外。他说你不是哈雷，你是美式机车。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决定要成立美式机车，然后里面呢，我们大百川只要是美式机车，不管你什么厂牌，我们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比较采取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方式。难怪限于哈雷。难怪，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其实为什么 CRC 其实没有严格的去分类车种而品牌？原来是因为有这段小插曲造成。但是我觉得以推广美式来说的话，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会比较容易推广啊。对，美式汽车就是崇尚自由，你不需要去把它约束，你约束的话，当然你就是越狭隘。我就觉得这样骑车会比较自由自在。对，没有错。而且我记得是每年都会举办，而且是锲而不舍的哦。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那去年跟今年在圣母庙，刚好有这个因缘机会，我有认识这边的主任委员，所以牵上了这段缘分。因为我们美式汽车，我们不是那个没有商业行为，对，没有像有的其他厂牌，对，没有后台，但是我们是属于就是车友自动自发，热情，所以说我们没有什么商业行为，这个比较还是符合那种自由骑士的精神。没错，free rider 呀。那再偷再问一下，他下一次有预计要办在哪里呢？下一次我们办在屏东的小垦丁。小垦丁我记得好像在7年前有办过一次，对不对？是在很早以前。那次好棒，氛围很棒，那边你基本上吵翻了都没有人会管你，他就在自己的那个园区里面。自己园区里面就是让我们车友之间可以好好的欢乐一番。最主要我们现在我们的垦丁国旅非常的景气，也可以利用我们重型机车这些好朋友我们把当地的景气啦，把这个国旅把它带动起来。对，真的需要有人领头啦。是，真的很感谢我们 CRC 这样子不遗余力推广我们国旅，真的感谢。好，谢谢。感谢2位美式机车前辈的诚心分享。现在就带大家进入2026年第21届 CRC 大会师在台南。不得不说啊，这大会师真的是只能用震撼来形容。光是车队入场就足耗时超过2个小时，现场气氛一路沸腾，让人完全能感受到美式车文化的魅力以及凝聚力。不单只是声浪震撼，更迷人的是现场车友们对这份文化的热爱以及坚持。美式机车车队的 logo 都在这里，还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来。也很爽的样子。为什么来一个？哎呀，带狗来。元宝的便便。对，我拿着他元宝的便便。印第安新车，最
对，美式机车主要是巡航嘛，你看都是用躺的，像沙发一样。我觉得美式机车可以用这种来定义吧，至少坐得舒服，扭力够大，作为第一台美式机车了吧 ？Maybe I don't know。第一次来这个美式的活动，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没有问题对。啊，因为你主要在那个印第安这边嘛。是。对，想问一下，印第安和哈雷，你觉得谁比较好？肯定是印第安。为什么？好了，我们以同级距的车型来讲的话，同款级距车型，我们的车很轻。哦，很轻。对，我们的车比较轻，再来是我们的震动性比较少。哦。对，我们骑的不会觉得手被震动麻掉之类的。对，舒适性有比较好。舒适性比较好。然后我们的外观，我讲实在，我觉得也比较好看一点。我们的收线，我们的收线比较漂亮一点，比较精致。而且好像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年轻人会比较喜欢这一款车，因为它的性能上都比较好。然后它是我们的测试版101 Scott。我们的101它的油箱涂装是只有这款车才有做人头的涂装，然后它有红色跟白色。再来是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后避震就是已经做气瓶的避震，对。然后我们再到前面就是我们俗称的金筷子导叉，然后 Rebel 的对式卡钳，然后有一个小风镜。再来的话，我们的 LED 灯这个是我们原厂的加强版。传说中的皇家埃菲尔，哇 ，Royal Enfield，哇，就是非常符合我想象中的野狼的最终形态。哇，印度国产车，哇，真的很漂亮哎，这皇家埃菲尔。我这个阳光下面看这个布灵布灵的，真的很有皇家感。可是感觉洗车会很累哎，那么多那个白铁件。对啊，白铁是�镀铬还是白铁？镀铬。对啊，前叉很粗啊，超复古的呢。而且它也不能换哎，它是一整体的吧？就没有外露啊，你看。对。都被封起来了。哇，这是镀铬的，这里镀铬的，太漂亮了。它这个双手有点不对称哎。左右没有吗？它的左边还有一点比较外翻一点感觉。真的有哎。对啊。或者是有被敲到怎么样？故意设计的吧？还是设计的？哇，太粗犷了这个。哇，它细节真做很多，它细节。哇，什么都是。哇，这个按钮，这个是方向灯、帕灯，方向灯用这个做。对。然后电门开关也是没错。好特别哦，真的特别。双环、三环，可有一环变成钥匙孔。太有味道了，天！完全不同的风格，基本的布品都是跟美式有关的。你看，都是美式复古，还有头巾，还有那种纹身袖套。哦，还有皮革油，没错，穿皮靴还有那皮很重要的东西。你的皮裤都可以保养，因为那种哈雷机车啊，皮件真的是很重要。对。那每个头桶背心。对啊。他们是精髓吧？哈雷的精神，对，美式的精神。美国那种早期的飙车族文化，拓荒的那种感觉。牛仔帽哎。哦，美国拓荒的牛仔帽，哇哦，好 fashion。还蛮有重量的，其实这个风格太强烈了，我们感觉就 hold 不住哎。我们这种土路的好像不太习惯。而且现在纹身呢？纹身？贴纸吧？贴图啊？真的纹身吧？哦，这个直接刺哎！哦。对啊，那个厉害。这个工具啊，精简，但该有的都有。没错，从头到身体，对，装扮纹身都有，上半身、下半身都有，车子也有，车子都有，非常的精华啦。很重点，没有安全帽。对呢。我觉得骑这种美式机车的安全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基本上就是西瓜皮，可是有点像这种。或者那种复古帽那种感觉吗？竟然没有山车帽、复古帽。对。我们没看到啊。你是不是有在塔克？对啊，这不是3亿的。对啊。你是不是有在 BMW 大会师高雄？哎呀，你们怎么会来？怎么又来了？因为我们是 CRC 的车队的会员之一。你们怎么都是各种车队？布里斯托车是很积极哎。对啊，就努力的推广。对啊。而且这次我看起来你们摆那个胎纹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就依照当场的适合的轮胎去摆。对，因为就是当场那个就是文化，对啊，因为这边就是算是公路跟巡航。对。对，好，他拍的如何？还可以。你参加这种活动吗？还蛮长的。蛮长的，主要是车展还是怎么样？
轮的车展我都有。想分享你的IG 吗？HANN.123.123，有来2轮展的话，应该都可以遇到我。哦，对，怎么称呼啊？我是 Ruby。这么说，我们也参加过很多大会师了嘛？对，是。你觉得这个以美式机车为主的大会师，你觉得如何？其实跟我们之前像参加范德啦那种大会师风格还蛮不一样的。对，感觉更有那种向心力。应该说对，是因为其实对，所以这是由车友自己自发性而聚集的了嘛。以车友自己，对，真的自发性组织。对，而且分得很细耶，什么台南、高雄、花莲、云林，还有很多十字军，各种地区，然后各种车队，没错，大家相聚在一起。而且这里是什么？穿的衣服都是同一个风格，可都有自己就个别的特色，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了吧？没错，这真的很难。我觉得其他车队应该是没有这种的，就我们 BLW 嘛，不过可能是统一，就大家都骑 BMW。对，然后也是有车队的制服，可是就是一般的凉感衣而已。对，就像他们都是融合那种美国的，就这种飙车族文化嘛，还有拓荒的精神。对，那种背心啊，还有名字的，你是什么车队？对，然后什么名字？没错，很帅，真的还蛮帅。不过据说真正的重点在今晚，只可惜我们还未成年，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能骑门而入。对，就有请我们阿志在随后给我们回报了，交给志哥了。对，告诉成人的世界，我们还是不要去涉猎，好不好？对 ，OK 的。好，我们等阿志的消息。没错，希望他。老实说，这场CRC大会师一开始我只是抱着来看看热闹的心态来的，但走到最后，我看了半天，发现这不只是一场车剧，它比较像是一种文化的缩影，无关速度，无关性能，而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由骑士，骑帅不骑快。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背后我觉得是一种很特殊的选择，选择慢下来，选择享受，选择让骑车变成一种态度。所以我会说，如果你也曾经觉得骑车变得有点疲乏，或者开始忘记当初为什么喜欢骑车，那也许你真的可以来这里看看 CRC 那种豪情、那种奔放、那种爱自由的氛围，搞不好你会找到另一种骑车答案。我是克里斯，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